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影片，我是魏英。我现在人呢在伦敦，我现在跟公司来伦敦出差，所以我这一周呢都是在伦敦工作。那今天已经礼拜五了，然后我明天晚上就要搭9点的飞机回到台湾。那我就想说，趁着我在饭店，然后这样子很安静、一个很漂亮的环境之下，可以来录一个影片。其实我现在我27岁，然后我是在22岁的时候大学毕业，所以我到目前为止在职场上面工作，正职的工作经验是已经5年了，然后再加上我以前大学的时候还有很多实习，所以其实总计加起来的时间可能有7年8年左右。那我认为我从以前的实习到现在的正职，一路呢有累积起来很多工作上面的技巧啊，或是 mindset， 然后我希望这些 mindset 是我可以在进入职场之前就知道并且了解而且学会的 mindset。那我觉得如果了解这些的话，真的会大大的帮助我在工作上面的各项表现，以及我看待事情然后看待工作的角度和方式。所以今天这支影片呢，就是我想要送给大家，就是关于实践，是这样，是关于这样实践我希望自己在进入工作职场之前就学会然后理解的 mindset。首先第一个 point 呢，就是凡事先讲结论。那怎么说呢？其实凡事先讲结论的这个点，对于华人来说是特别不习惯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在学习作文的时候，我们会学习起承转合，所以我们的合，也就是我们的重点都是放在最后最末段再讲。但是呢，在工作的场域里面，你在跟你的老板汇报，或是你在跟你的同事讨论事情的时候，大家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但是你先娓娓道来讲说，因为这个怎么样啊，因为那个怎么样啊，然后因为这个娓娓道来你讲了3分钟，那他可能其实就已经听不进去了，他这时可能就想要赶快打断你说，等一下，你到底想要讲什么事情？因为你先讲结论，别人就会有一个概念，有一个感觉，会知道说，你接下来可能要讲什么事情。好比说，你今天可能在某一个案子上面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这些事情呢，是因为有其他的 stakeholder 所导致的，以至于这个结论是你无法准时递交报告。可是这时，如果你先把结论搬到前面讲，跟老板说，老板，我要先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那这件事情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在哪一天之前 deliver 这一件事情，那原因有以下几点，1、2、3。这个点呢，不只是你在做就是口头的 communication 上来说这很重要之外，你在做你的 presentation， 就好比说你在做 PPT 简报的时候，把你的结论放在你的标题，那大家其实一看，我不用去 dive in 到整个 content， 他只要一看上面的大标题，就会知道你这一页要讲什么事情。好，然后再来第二个点呢，就是如果你做好了一件事情呢，不要急着把它递送出去，先稍等一下，先想一下。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是一个超级心急的人，我做事情非常快，任何人给我任何 task， 他可能预期我3天可以做完，我其实半天我就全部可以做完。那我以前呢，总是期待自己可以又快又好，我希望人家可以认可我做事情很快速，所以我一做完马上就send出去。然后我后来发现这件事情有2个坏处，第一个就是你可能会有一点粗心，然后有一点小错包含在里面，然后再来第二个缺点是，你有的时候你急着send出去的东西，其实它可能会影响到你其他不同的 stakeholder， 可是你还来不及想，你就已经把它送出去了。我现在的学会就是我做好了一个 task， 做好一件事情，我会先放着，然后假设我提早做好了，我就先放着，然后我会先放个半天，然后甚至可能是过1天，因为这样子我回家我可以慢慢回去思考这件事情，思考说可能谁会受到影响，或者说我哪里有一些点想的还不够深入，可以再更加强去延伸，那这样子你其实都可以再回头去做修改。所以呢，假设你做好了一件事情，然后这个东西你做得非常快，离 deadline 还有一段时间的话呢，我的建议是就是不要马上send出去，你 hold 一下，等一下，想一下，让这个东西可以变得更好，或是呢不要造成太多你未料到或者是你没有预想到的冲突。那甚至在这段时间，其实你也可以跟不同的老板讨论，跟不同的人讨论这件事情的进展怎么样，搞不好你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好，然后再来第3个是你在职场上不论有什么样的困难，你做事情遇到的困难或是遇到的挑战，不要闷着，一定要 reach out。这个是我在大学在某一份实习当中学习到的事情。当时的那一份实习是可以拿到 return offer 的，所以呢，我就希望自己可以在实习的表现是可以非常完美，然后总是可以游刃有余的做好自己独立的做好所有事情。而当时我被 staff 在2个不同的专案上，然后那个2个专案分别有不同的专案主管，所以我要对2个不同专案主管汇报。这分别2个专案主管一定都不会知道说我各自有收到什么样的工作嘛，所以其实我当时工作 loading 是非常大的，但是我没有跟任何一方的主管讲说我已经有一点 loading 太重，我没有已经超出我可以负荷的范围，我就自己一直压着。
然后直到后面呢，我开始会焦虑，然后我希望自己可以做得很完美，可是因为我时间不够，然后我在一个很压力的情况下，就导致说我衍生出了一种冒牌者症候群，然后又加上完美主义，然后导致我做事情会拖延，然后导致我最后产品的品质不好，然后最终呢导致了一个 failure， 就是我其实最后是没有拿到 return offer 的。然后后来呢，我跟我的其中一个 line manager 去讨论这件事情，那他才跟我说到，其实 loading 太大，或是你遇到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你一定要 reach out， 而且呢，这个 reach out 不是只是说你在帮助你自己，其实你也是在帮助你自己的老板，因为你的老板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也不知道你遇到什么挑战跟困难，而我如果出事了，是谁要来帮我打？是我的老板，就是对老板而言，那是他的责任。那今天你遇到了困难，你都已经快要事情都要被压垮，而你没有跟你的老板讲，那假设最后危机真的发生了，其实对老板并不好。因此你遇到困难，你要及时的 reach out， 告诉老板你需要什么样的资源跟什么样的协助，其实这就是代表着你拥有良好的 communication， 这是其中之一重要的特质。然后第4个 point 呢，是你在做任何事情都要有 priority。所以 priority 就是学会轻重缓急。以工作上面来说啊，你如果在职场上面，你一定不会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嘛，你可能同时会有好几个不同的事情要处理，然后处理到一半，还有更多人突然跑来找你说，帮我做这个，帮我做那个。那这个时候呢，你要怎么去安排你的轻重缓急重要顺序，就会是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我们来想想看，我们先从生活上面的例子来讲好了。好，假设你今天要出国玩，那出国玩大家就会想说，我出国玩我要订机票嘛，对不对？然后想到订机票之后呢，我接下来要订住宿，然后订住宿之后可能就会开始想要看一下自己想要买一些什么东西啊，然后要做什么 shopping 啊。然后有的人呢，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是到最后一刻，然后才发现要出国了，只剩下可能24小时、48小时，才发现我的护照在半年就要到期了，而护照在这个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出国的。那这个案例它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呢，他没有先想好他整个出国要做所有事情里面哪一些是最重要的，哪一些是最应该要先完成的。所以其实当然你出国，你最重要一定是你的护照一定要有效，可以出国嘛。然后你要搞清楚这个国家需不需要 visa 嘛，然后 visa 需要提前多早来申请嘛。所以呢，在工作场域其实也是一样的情况。今天假设你手中有5件事情要进行好了，好，那我们进行到一半，然后这时候又突然有人跑来找你，你要先处理他的事情呢，还是先处理完自己的事情？这永远都是没有一个正确答案，因为有可能后来找你的这一件事情，它的重要程度较高，而且呢，它的紧急程度也较高。那这时你就要把这件事情拉到前面去做，那你就要把自己的事情往后安排。那要如何去辨认哪一些事情应该是要先处理的？我们会有2个维度来去做思考。第一个维度是重要性，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呢，普通重要还是没那么重要？再来第2个是紧急性，这件事情非常紧急吗？还是没那么紧急呢？依照这2个维度去做判断跟分析，来厘清目前你的状况应该要优先处理哪一些事情。那也记得，你今天的 priority 如果有改变，最好也要让和你最密切合作的老板知道你的情况，不然他可能会觉得，你怎么做这件事情要做到一半，跑去做另一件事情。好，然后再来第5个点是永远了解为什么。假设有人他来问你事情，然后他来要求你做一个 task， 永远都要先搞清楚他为什么要这个东西。那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办？就问，最好也不要用猜的，就是问，就是搞清楚，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他这是要这个东西背后有什么含义在里面。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假设有一天你妈妈叫你去买卫生纸，所以你就走出去买卫生纸，然后你到了那个 supermarket， 然后请问你是要买哪一款卫生纸？其实你不知道，对吧？你是要买抽取式卫生纸、滚筒式卫生纸、厨房纸巾，还是个人随身的小纸巾？你并不知道，因为妈妈没有跟你讲她为什么要这个卫生纸。那你可能可以说我妈每次都叫我买啦，然后她要的都是那抽取式卫生纸。可是呢，你怎么知道会不会她今天刚好心血来潮，就是在你的厕所装了一个滚筒式卫生纸的滚筒支架？搞不好她就是心血来潮做那件事情，所以叫你去买滚筒式卫生纸，然后她忘了跟你讲，对不对？那其实在工作场域里面也是一样，假设今天有一个人，你的老板他叫你去研究某一个产业，或是研究某一个竞品，那你如果没有问你老板他为什么要这个东西，然后你就一头栽进去的研究，最后你做出来的东西可能并不是他要的，然后方向会完全大相径庭。这是你的老板他一定不会觉得都是我的错，都是我没有跟你讲，绝对不会。你的老板只会觉得你做出这是什么鬼东西。我印象蛮深刻，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在
他在顾问公司实习的时候，当顾问请他去做某一个市场的研究的时候，他就问了顾问说，你为什么要看这个东西？然后顾问跟他说，因为呢他有一个猜测是他觉得可以透过这一项数据来得出他要的某一项结论，或是可以得出他要的某一项预测。然后这时我那个朋友就跟他说，我理解你的意思，好，那我去收集。不过你觉得要不要我们同时也看这一些，也就是那个顾问原本没有提到的资料？他说我要不要也看一下这一些资讯呢？或许我把这些资讯也找给你，然后补充起来，这样对你而言，你更能够去做你需要的分析和研究。但你看这样子一件事情，你想的比你的老板和交办你任务的人，你想的比他更全面，那这是不是就可以显示说你的工作能力很好，然后很容易被受到赏识呢？然后再来第6件事情呢，就是永远都要先设好 checkpoint。好比说你今天要做一个 task， 你不要把这个东西都做完了才交出去。你要把这个东西可能做 50% 的时候就稍微确认一下，做 80% 的时候就确认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是为了要避免你的方向没有错误，然后也要确保一下对方，也就是交办给你任务的这个人，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想到别的事情，或者他没有想要改变方向。我之前就有一些经验，就是可能我的老板他要求我去做某一项分析，然后呢我就很认真的做，然后做的非常的完整，然后花了不少时间，然后找了很多的资料，找了很多人力，然后甚至还找了很多不同人进来讨论。所以你看我在这个 task 里面是消耗了多少的资源，就包含自己的精力时间，还有别人的精力和时间。就等这个东西做好，然后我去跟我老板讲的时候呢，我老板他就觉得我完全做错方向，就是他要求我 format 也改，然后内容也改，方向也改。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早知道我不要这样全部做完再跟他讲。如果我在 50% 的时候就跟他说，你看现在这个东西我的方向是这样子，然后我大致的架构是这个样子，我想要先跟你讨论一下，跟你看一下方向是否正确，那你的看法如何？你觉得要不要再加一些什么样的东西？那这时跟他讨论，然后跟他了解说你只是希望避免自己方向错误，其实呢最后也不会浪费大家的时间，也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你也可以确保自己最终可以交出来的成品呢是大家都认为很实用，然后很好的成品。然后再来第7个呢，是永远要带着答案问问题。那你在问问题的时候，不要只是问说，这个怎么是这样子，或者说，这个东西怎么做？你要带着你的答案，你要有一个假说，你要有一个思考，然后来去问这个问题。那我学会这个，其实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学会的。当时我在一个数学名师课堂里面上课，然后下课时间的时候，所有人都会想去找他解题。我有不会的题目的时候，我就会去找他问。然后因为太多人找他问问题了，所以你可以找他问问题的时间并不多。那当时假设我某个题目不会，我不会只是拿给他说，老师这题我算不出来。我会跟他说，老师这题我算不出来，然后我的思考逻辑是怎么样，然后我是怎么算的，可是我在哪里卡住了。那这时老师就可以很快的知道你在哪里卡住了，然后告诉你你的问题是什么，你怎么去解决。如此一来，你下一次在做的时候，你才可以从你的思考当中去改变你自己的思想方式以及思想逻辑，而不是全部打掉重来，对不对？然后对老师而言呢，老师也会觉得他知道怎么处理你的情况。那在工作职场上面也是一样，假设你今天在某一个案子某一个专案上面有一些问题，然后你想要跟一个比较资深的同事讨论，然后你直接就带去给他。那其实第一个，你的资深同事他不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帮你。然后再来第2个，你没有带着你自己的解答去问问题的话，这就说明了其实你在这当中并没有做过足够完善的思考，没有想清楚你遇到的挑战跟状况是什么，然后你遇到的瓶颈是什么，那你需要什么样的支援以及协助。而这些点永远都是你在职场上面需要的，因为你永远都会有你需要学习或是你需要跟别人讨论的时候。但如果你只是把问题丢出来，那即便你有一天要带人了，你下面的人不知道到底要准许你什么事情。所以当你遇到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你设想的答案是什么，然后你设想的 point 是什么，然后当你要问问题的时候，把这件事情拿出来，然后跟对方来去讨论，这对你的工作和沟通上面都会有很大的帮助跟效率。然后再来第8个点呢，是你在工作上面不要轻易答应任何超出你的职权范畴的工作。这不是在推卸责任哦，其实这是在保护你自己之外，也保护团队，保护你的老板，甚至可以说是保护这一整间公司。其实我记得我自己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任何丢给我工作我全部都会对，然后就接就做。然后我当时是在银行上班嘛，然后我老板发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在 one on one 的时候跟我提到了这件事情。他说你不要别人要你做什么事情都去做，然后
我就想说，可是我这样这么年轻，我应该要多做一点事情才对啊，不是吗？他说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每一间公司它分工一定是有它的原因在，它并不是只是单纯的可能人力不足找人，而是这个权利是必须要分开的，像是风险相关的部门以及事业相关的部门，它分开也是有它的理由存在，因为这两方之间是会有利益纠葛以及利益关系的。那当时我在银行上班，老板说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会不会某一天某一个人把工作丢给你做，而那件事情如果由你来做，可能会就是抵触到公司的内基内规，甚至可能会抵触到这个金管会对于银行的管制需求以及管制要求。那当然除此之外也有可能你会被占便宜，就好比说有人叫你做事情，有人请你帮他做事情，而这不是你的工作，那你可能会，我当时就觉得那可以，没关系，我可以帮你一次。可是我老板后来跟我说，你如果帮了他一次，他就会觉得你应该帮第二次，你应该帮第三次，然后最后他什么事情全部都推给你，然后他会说你上次都可以为什么这次不可以？然后甚至到久而久之呢，这个工作就会默默的变成是你的部门的工作，而这个工作可能原本应该是其他部门的工作，但其实最后这样子反过来变成这个情况下，它可能甚至会导致说组织内部的一些小争执或是一些小混乱。因此如果有人要求你做不是你的职权或是你的单位的职权范围内的工作的时候，都不要轻易的答应，跟你的老板跟你的同事讨论一下这些状况，然后让更多人了解一下目前遇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你的想法是怎么样，让大家来一起去讨论。好，然后第9件事情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留下 email record。 我们在工作上面常常很多事情是在电话上面讲完的嘛，可能就是公司桌机跟别的同事讲一讲，然后就 OK， 或者是在会议上面讲一讲，然后就讲完了，然后讲完事情就过了嘛，然后这时你要做事情的时候，就是明明你是照着大家在会议当中同意的事情来做执行，可是却有人跳出来说没有，我没有同意过这件事情，那这时候怎么办？你要怎么保护你自己？所以呢，后来我就学会你在不论是做任何会议或是做任何的讨论，然后大家达成一些协议，然后达成说谁该做什么事情，连那个分工的 action item 都在电话上面讨论好之后呢，挂完电话就马上写一封信给所有相关的人士，包含在这个讨论当中与会的所有人，以及你的老板他的老板，把大家都 include 在里面，就是当做 meeting minute， 等于说谢谢你，谢谢大家参与刚刚的讨论。那刚才的讨论我们有讨论到几项事项，然后把几项事项全部都重点写下来，还有接下来 action item， 然后谁负责也都写下来，然后看大家有没有意见，若有意见请在可能明天几点之前提出。那这封信就可以当成是一个保护你自己的 record。 那之后如果有什么团队上面讨论冲突或者是争执，甚至是有人呢可能不同意，然后想要套出来，或者是反咬你一口的话，那其实这个时候这封信都可以拿出来再重新的检视以及讨论。那我自己觉得这个当然除了保护你自己之外，它也是可以帮助一个专案继续的进一步推进。因为很多人他们可能在参加会议嘛，然后会议很开心讨论完才讲完，什么事情都不做了。那这时如果你把这封信发出来，其实你等于已经 assign 了，就是接下来要由谁去 take action， 所以这封信呢也可以继续去促进整体团队向前执行下一步的动机以及动力。然后最后一个 point 就是永远都要有一个清楚的 timeline 在你的手上。假设你现在正在执行一件事情，或是你在规划你自己可能接下来2周的工作，或者是你想要提一个案子的时候，你一定都要把 timeline 留在或者是记载在一个档案里面。这有什么好处呢？首先第一个好处是你就会知道你自己 on track 嘛，你就会知道你现在在这个专案的第2周是不是整体状况良好，那其他事情是不是有持续在推进，你有没有遗漏掉什么东西，你有没有 miss 掉什么东西，你有一个这个东西你才比较好去清楚的记得。然后第二个是当随时有人要问你进度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你就很难跟他讲，你要跟他说这个案子这件事情怎么样，那件事情怎么样，然后怎么样，什么事情完成了，有一点复杂。可是假设当你老板问你，然后你就拿出一个你的 Excel 档案，然后这 Excel 档案里面呢有很清楚的记载每一个事项发生的时间点，然后谁参与在里面，这时候你的老板是不是就是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时间掌控观念的人，然后你的时间的专案管理能力非常好。一开始刚才专案启动的时候，你就设定一个你预想的 timeline， 然后随时 keep on track， 然后记录它的 record， 有什么事情 postpone， 那你就滚动式的调整。你也可以预料到这件事情什么时候结束，然后当有人来问你他会什么时候结束的时候，你也才有一个概念，是知道说好他的 A step 还要几周， B step 还要几周，然后 C step 还要几周，然后这里面可能会遇到的困难是什么，然后大概要多少时间，这样有一个很清楚的 timeline， 这样大家都会知道你现在事情进展到哪里，然后效率如何。
OK， 好，以上呢就是我认为我在自己职场上面这段时间学到了10个还蛮重要的 mindset， 那我也很希望自己在大学在进入职场之前就可以学到这些事情，而我认为这些事情真的是你很难可能在教科书上面看到，或者是你很难就是拍脑袋然后想到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其实也是我们往往在生活中，就不只是职场，往往在生活中就会遇到的一些点。那些点其实你可能都遇过，可是你没有思考过，其实它跟工作场域有什么相似性，然后带到工作场域上，我们可以怎么做，把它做到更好。好，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希望这支影片可以帮助到可能还在求学阶段的学生，然后接下来准备要进入职场，或者是刚进入职场，然后还在慢慢累积自己一些技能、mindset 和能力的人。那如果这支影片能够带给你一些正向的影响，或是正向的想法的话，也欢迎你可以在留言处下面留言告诉我，跟我分享你的想法。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